香港第31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在这届金像奖上啊，把终生成就奖颁给了一位77岁的老前辈。这个人的名字你一定听说过，他叫邝，可是你不见得知道他长什么样。那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人知道倪匡是因为他的科幻小说，比方说这些年来风靡大陆的韦斯理系列，过去还有袁振侠系列。其实倪匡写的东西远远不只是科幻小说，它包括推理、侦破、武侠，而倪匡一生当中应该说用心最多的是花在了电影剧本上。为什么他获得了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就是因为他的电影剧本对香港电影做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贡献。他曾经和著名的导演张彻合作过，这武侠剧应该说是把香港由原来拍得很烂的武侠片推成了世界范围内拍得最好的武侠片。60年代末，武侠影片在香港大行其道，倪匡与张彻双剑合璧，树开武侠电影风气之先。独臂刀激起了古装刀剑片的高潮，后来徐克的《刀》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都深受其影响。报仇掀起了拳脚功夫片的风气。马永贞直接启迪了后来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无数作品跟风，使上海滩成了大批动作片搏杀的舞台。方世玉与洪熙官更为此后数百部少林寺秘史类影片提供了无限灵感。从码头杂工到著名小说家，丰富的生活体验使倪匡的创作构思奇巧，情节诡异。他创作的著名科幻小说主角卫斯理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而这其中的奥秘竟然是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儿童百科全书。不仅如此，倪匡的文笔也堪称一绝。一次好友古龙的绝代双骄断稿20多天，期间全由倪匡为他代笔，文风模仿的惟妙惟肖，活脱脱是古龙笔法，竟然没有一个读者发现其中的奥秘。更令人叹服称奇的是，倪匡持续写作30年，灵感不断，题材不尽，平均每月出一本书，而且本本畅销。出版界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即使倪匡写的是无字天书，也会迅速脱销。所以倪匡笔下呢，栩栩如生的人物非常多，而且倪匡的剧本在香港一段时间甚至成了剧本当中质量的代言人。有人形容他的作品呢，情节诡奇，构思精巧，气氛逼人。这是金庸当年评价倪匡小说曾经用了这么12个字，这还是比较中肯的。就他的小说翻开，你不会觉得问题。他不仅仅是质量高，数量也多。倪匡参与了400多部电影的编剧。倪匡自己也说，华人世界里要写汉字最多的恐怕就是我了。倪匡曾经给自己写过对联，就说自个儿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上联是屡替张彻改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刚才我说了，张彻跟倪匡2个人双剑合璧，创造了香港当时武侠片的一段神话。那阵儿倪匡就多次给张彻改剧本、编剧本。那么什么叫曾代金庸写小说呢？咱得说倪匡跟金庸的交往，这2个人很有意思。鬼马顽童遇到武侠宗师，两人将擦出怎样妙趣横生的火花？金庸当时在《明报》上他自个儿的报纸连载《天龙八部》，写到快要收尾的时候，金庸有事要到欧洲出去一趟，那这连载不能停啊，就请倪匡来给我带。倪匡也写了一通结果我讨厌那个女孩子，我就把她上午走，我下午就把她眼睛弄瞎了。他回来就埋怨我，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讲过了？我说你说不能死啊。这武侠小说大家讲打斗的嘛，总有受伤的嘛。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天龙八部》里边阿紫那眼睛被兴趣海、兴趣老怪丁春秋给毒瞎了。金庸是顺着这个往下写，把有的情节做了一点改动。那是尤坦之把自己眼睛抠下来，最后阿紫把自个儿眼睛抠下来还给尤坦之，抱着姐夫乔峰的尸体从雁木关上跳下去。为什么倪匡这么恨阿紫呢？我们知道阿紫这个人不讨巧，而且告诉大家，可能你看多少遍《天龙八部》你不知道阿紫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阿紫是狐狸的意思，奸诈狡猾是这么个意思。后来金庸在修订《天龙八部》的时候呢，觉得倪匡除了把阿紫眼睛写瞎，别的那些不怎么样，就找倪匡，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准备把你写那个大部分都删掉，你见怪不见怪？没想到倪匡一拍大腿，见怪见怪吧，当然见怪。金庸说你怎么见怪呢？倪匡说你看，你明知道我不会拿这事儿怪你，你还来问我，我岂不要见怪于你呀？意思你改掉我这东西，你能耐大，比我能耐大多，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倪匡对金庸是非常佩服的。我那时候还不怀好意，我想把你这个女孩子眼睛弄瞎，看你怎么收科。结果他是大小说家，难不倒他。他就在那个女孩子眼睛下的那一段里面发展出来那段故事，是《天龙八部》里面最气焰的那段故事。这个人本事真大，我说这真佩服，真佩服。有一次，新加坡有个书商找金庸，那时候《倚天屠龙记》刚出版，说《倚天屠龙记》你最后说到张无忌是到底跟赵敏了，还是跟周芷若了，还是到波斯找小赵去了？没写明白，说能不能你给我写个续篇？当时这个金庸就为难，我没时间写这个续篇，这么着吧，我找个朋友替我写《倚天屠龙记续》，就找倪匡。结果倪匡当时表情一下就严肃起来了，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到桌子上，说出了一生可能最正经的一段话，说我首先得感谢金庸，这个世上没有人能替金庸写小说，能给金庸续小说，续《倚天屠龙记》，你能看上我，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但是我告诉你，我有自知之明，我续不了《倚天屠龙记》。凡是认为自己能给金庸续小说的人，那准是睡觉睡多了，把脑袋睡扁了，有毛病。你看倪匡对金庸的评价是非常高，而且这老哥俩呢，有些事很滑稽。倪匡一开始是要写武侠的，而且也动笔写了。写完了以后，他看着金庸的小说，又看到古龙的小说，他决定我不写了，我也写不过他俩，所以才转过来呢，写科幻一类的，像韦斯理呀这类推理。他当时就想把古代的侠义和现代的推理专案融入到科幻里边，捏成一体，所以就创造了韦斯理这么人物。包括他写韦斯理系列呢，有一篇叫《地心红雨》，也是科幻探险的。他写韦斯理坐直升飞机呢，结果到南极上空掉下来了，掉下来了，这没吃没喝啊，南极的冰原怎么办呢？哎，过来头白熊，把这白熊给杀了，皮赔上来，把肉吃了。这个小说发表了，有个读者不看了，你写这什么玩意儿啊？南极怎么能有白熊呢？北极熊北极熊嘛，南极就企鹅，哪有白熊啊？倪匡当时啊，我估计他也是没意识到这个，犯了这么个错误。但倪匡是个认死理儿的，死不承认错误，较上劲了，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第一，南极确实没白熊，你说的对；第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韦斯理呢，你怎么不较真儿？你看我较真儿是干嘛？而最滑稽的是，金庸当时发表文章力挺倪匡，怎么挺的呢？南极本来有白熊，有北极熊，这不韦斯理去给杀了吗？南极才没有。结果气的这读者给他们写最后一封信，用大大的毛笔写了俩字：无赖。对吧？这个倪匡跟金庸这哥俩有不少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说到写武侠小说，倪匡其实是古龙的伯乐。那时候古龙刚写什么《铁血大气门》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上古龙，受排挤。当时古龙在台湾嘛，倪匡呢就邀古龙呢给他的杂志《武侠与历史》写连载，请他来给写，起名就叫《绝代双骄》，就是花无缺小鱼儿那个绝代双骄。结果这一写把古龙成全了，出名了。但是倪匡后来挺后悔，说什么？我过早的呀，把古龙提携的发达了，结果到害了。因为古龙什么生活不知道约束自个，花天酒地，奢侈无度。那时候倪匡也能喝酒，古龙更能喝。见着古龙，俩人经常干掉5瓶 XO， 然后第二天俩人一起到医院去打点滴去，就等于花天酒地。而古龙喝酒呢，品不出酒好坏，见着瓶子好看就是好酒，而且极重喝酒气氛，重视喝酒气氛，那就非常容易喝多。所以古龙活了48岁，肝硬化到后来不治死了。所以倪匡很是伤感。湘江四才子，谁至情至性？谁有笑傲江湖？谁风花雪月？谁有多愁善感？所以有人呢把这个金庸、黄沾、倪匡、蔡澜4个人并称湘江4大才子。
其实这个四大才子这个说法呢，多少的说有那么一点问题。什么问题？我觉得四大才子里边，只有倪匡和黄沾两个人算才子。咱们这期标题嘛，叫倪匡、黄沾文曲星下凡，两个人呢才华横溢，算才子。说为什么就他俩算，金庸不算吗？金庸不能算才子。刚才我说才子得什么样？至真至性，放浪形骸，有时候花天酒地，有时候笑傲江湖，有时候风花雪月，有时候多愁善感，这叫才子。你作为金庸来讲，这个人底下很刻板，时评写得好，明报的总编辑，不是一个胡闹的人。金庸很严肃，所以我说金庸是大师，是武侠巨匠，不能算才子。要论层次，恐怕得比倪匡和黄沾高。我想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不会有什么疑义。金庸的成就确实在他们之上。那蔡澜呢？蔡澜跟这两位相比，蔡澜是个品味极高的大玩家，尤其是吃、喝、玩这几项上，哎，蔡澜是很厉害的。所以蔡澜我们把它定位为大玩家，品味极高。味道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文字或者语言来形容的，要你自己吃。所以不必人家问这什么味道啊，好怎么样好吃法啊？去你的，我才不管你呢。而倪匡和黄沾，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才子。要说倪匡呢，我们为什么说把倪匡说他是才子？往往这个才子除了文采好以外啊，多少还有那么点青春年少啊，有点风流多情的味道。倪匡确确实实不负才子盛名这俩字儿。而包括他演电影的时候，他就演些不起眼的，偶尔客串。当初蔡澜呢，监制这个倪匡电影叫《韦斯理与袁振霞》，这里边呢有一个作家角色，就是倪匡本人，创作者。蔡澜就想，好，就让倪匡自个儿演他。倪匡说：“我不会演，我不演。”蔡澜说：“我告诉你啊，里边美女如云，而且喝的是正宗的路易13，你去不去？”倪匡说：“那我去，我去。”他就去演去了。结果跟周润发配戏，还有一堆美女模特，哎呦，把这倪匡乐的。后来他乐此不疲，一有这种角色他就去。结果有一次呢，他要在剧里扮演一个嫖客，结果呢，他那天喝的烂醉如泥，去不了。最后导演说：“你们没见过喝多了的嫖客，把他给我拽来。”把倪匡拽来了。结果倪匡借着酒劲演的还真不错。结果有些人呢，在这里头啊生事，说你看让倪匡演大作家也倒罢了，倪匡本身就大作家，让一个大作家演嫖客，岂不侮辱了作家？有人拿这事跟倪匡的太太李果珍说事，倪太太非常镇静的说：“无论演作家还是演嫖客，倪匡都是本色演出。你看看，还是这个当老婆的了解自个儿丈夫。”所以倪匡也说，自个儿这老婆跟他结婚了以后呢，相夫教子一直到现在，夫妻俩呢很恩爱。倪匡就曾经跟自己的好朋友跟黄沾就说：“哎呀，你说我这个人啊，一辈子荒唐风流，到老了还能有这么好的老婆，真是上天给我的眷顾啊，给我的福分。”他缔造了一个音乐时代，每一首都是经典，传遍大江南北。那么黄沾，咱们得多说两句。这个人物很了不起，他在中国大陆的名气要高于倪匡。为什么呢？跟着电影电视剧走。如果没有他的话，恐怕现在我们不会听到这么多好听的粤语歌曲。他做的好歌不计其数。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你像《上海滩》，浪奔浪流，这就是黄沾写的。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除了这首《上海滩》，黄飞鸿《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等众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主题曲和插曲，都出自这位词坛宗匠之手。从上世纪80年代，黄沾更与顾嘉辉组成辉煌组合，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仅成就了罗文、许冠杰、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手，更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不可替代的教父地位。2003年，非典肆虐，整个香港人心惶惶，这位乐坛鬼才
聚集众多当红音乐人，在红磡体育馆举行狮子山下音乐会，鼓舞民众信心。这就是黄沾。就黄沾的创作呀，天上地下无所不包，你想象力能有的东西他基本都有，甚至写一些很鬼奇的，你像人生路美梦如遗忘，倩女幽魂的主题歌，这也是黄沾。人生路，美夢似路長，路裏風霜撲面干，紅塵裏美夢有幾多方向，找痴痴夢幻中心愛。路隨人茫茫。就我这么粗粗一提，你看黄沾的好歌得有多少？黄沾作为一大才子，体现的可不仅仅是他作词，他的曲也非常好。你看《沧海一声笑》《笑江湖》这个歌作曲，他就参与了。他在什么里找的灵感呢？就说呀，什么样的歌曲穿透力最强，一下你就记得了。往往大凡至简。就越簡單的越容易記。得，咁啊中國人咧就冇7個音添，得5個音啫，哒哒啲啲哒啲啲咁啊好啦。咦，揾個中國音試下都好喎。哒咁啊去試下諗下，咦咁我唔好咁上啦，咁落咪得啦。單傻啦，到呢邊蘇啦，轉翻落嚟拉嗰邊嚟度啊。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此際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所以黄沾当时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这首歌的第一句一下子穿透了。而且我们注意《笑江湖》这歌的曲做得非常漂亮，一开始是古琴那种非常悠扬的声音，洋洋洒洒，就好像江河湖海上非常平静一样。突然间，笛子的声音穿云裂石的一般清脆的出来，仿佛大海上起了些许波澜，然后接着波涛起伏，一艘扁舟从这里出来，这是真真正正的符合金庸笔下《笑江湖》的意境。所以黄沾呢，他这种创作是一种通感，无论是词还是曲，还是他对文学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黄沾可以说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所以黄沾从这个角度说他是湘江大才子，毫无疑问。倪匡和黄沾两个人脾气是最头的。倪匡曾经写了副对子，叫两日烹调有黄沾，一生煮字无白雪。把他跟黄沾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说的是很紧密。后来倪匡呢移居到美国去，黄沾每次到美国必看倪匡。你像咱们说文曲星下凡这个说法，就是香港好多喜爱文学的人认为倪匡和黄沾是文曲星下凡一分为二，分成两半，就是倪匡跟黄沾。一个鬼才作家，一个音乐宗匠，他们如何构建香港的流行文化坐标？那么这两个人，咱们不开玩笑的说，从香港的文化层面来讲，它也代表着香港的俗文化。什么代表俗文化呢？倪匡代表的是移民文化。倪匡本来是1935年的，出生自上海，1957年跑到广州，然后后来又到香港。刚到香港之后打工，觉得很满意了，能吃上叉烧饭。一次看到那么大碗的白饭，上面还有叉烧，我真是感激涕零。我天下真是感谢，这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的？后来发现呢，在报纸上写文章还能挣钱。他会写文章，他从小呢有这个家教，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好多东西。香港本来弹丸之地，有人说文化沙漠，就指它的积淀不那么深。恰恰像倪匡这样大量的移民来了，给这个地方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跟创作能力。所以倪匡在一定程度代表移民文化，而黄沾代表的什么呢？是香港的本土文化。我刚才说了，从作词这点来看，过去香港人60、70年代
音乐最高的是人家爵士乐，上等人玩英国的爵士乐。差一点的呢，是从旧上海传过去的国语歌曲，就像周璇呢他们唱那些歌，什么五月的风啊，龙华的桃花，都这些。老百姓下里巴人唱粤语歌曲。后来经黄沾这么一拾掇，乃至还有许冠杰、罗文唱粤语歌曲，就这帮人把香港粤语这种俗文化给提升个档次，把粤语歌曲随着电影电视剧这影响一下发扬光大了。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喜。後來黃沾也參加影視劇的一些拍攝和編劇，所以倪匡代表一種移民文化，黃沾代表了一種香港本土文化，他们共同构成了香港这种流行度极高的世俗文化。所以我说这两个人把他们并称到一块儿，并称文曲星，并称两大才子，那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这两个人一生对待人生的态度呢，我倒觉得有一首歌能够很好的形容，那就是黄沾写的这个《沧海一声笑》。你看，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随父随胜出天知晓。把自己这种洒脱的情怀寄托到天地之间，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难道不是才子追求人生的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精華嗎？衝開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知己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笑。所以在这期结束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写了一副对子，我也想在这儿把这副对子送给倪匡、黄沾这样的老才子。这副对子是上联随缘冷暖开怀酒，下联懒算输赢信手棋。我们祝愿倪匡呢晚年的生活更洒脱更幸福，而在那天上那个黄沾日子也应该过得很开心吧。去年我录一档节目带观众的，来了不少90后的，就是在校的学生。那里边有个小男孩呢，无论是说话还是言谈举止啊，都特别像个女孩子。一开始我都没分出来，后来他来的同学说呀，这是他们不错个小哥们儿。哎，我也没觉得他跟周围人相处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旁边的孩子也都跟他很正常的接触。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现在学校里头啊，就有这么一类小男孩，大家形容这样的呢，说他比较调。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男孩啊有那么点女性化。那么一个男孩，他具备了一些女孩的一些脾气秉性，看着我又掉3个头发。所以这种现象引发了中国教育界的关注。这不，最近上海教育界就研究出了一个办法，这是最近上海教委委托上海市第8中学准备筹建一个上海市男子高中。就说这高中呢招2个班，招60个人，然后全是由男同学组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说现在很多男生啊在跟女生竞争过程当中啊，学习好的女生多男生少，要探索一下男生教育。第二个就是针对我刚才说这个男孩女性化，有很多男孩呢表现出了很多女孩的特征来，而且他言谈举止各个方面呢跟女孩子非常接近。这样上海就准备呢用这个男子高中来强化男孩的这种男子汉教育，要让他具备阳刚、勇敢、果断诸多的男人非常明显的特征。那么这个方式好不好使且不说，咱们单说这个现象。其实我注意到最近这几年确确实实在中小学里边，甚至一部分大学里边出现了很多男孩打扮也女性化，心理特征也女性化。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2009年10月1日，武汉光湖 Play 动漫嘉年华上，这段性感火辣的热舞引爆了会场的气氛。然而，如果您知道了这些妩媚的舞者实际上是男儿身，会作何感想？
这个在动漫圈内人气颇高的社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成员遍布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一举成名之后，伪娘团也频繁地见诸于媒体，并引发了公众的一番争论。部分观众更是直言无法接受这种视觉与性别的巨大反差。我觉得不好。为什么？那个男的搞鱼的那个营养有点讲不适应，不过他青年人都喜欢。看完了之后，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如果要不说的话，你能想象刚才这些载歌载舞的都是一些大学生里的男孩吗？你可能想不到，甚至呢，有的学生呢认为这是很时尚的一种方式。现在你看街上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个小男孩呢，可能打着耳钉啊，或者穿一些比较女性化的服饰啊，他觉得这是一种潮流。正像前几年呢，可能有几个娱乐界人物带动的那种女子打扮中性化，现在这种男子娘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潮流。但是这种潮流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尤其是让我们这些成年人看着心里不是很舒服。那么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伪娘现象呢，有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观点的交锋。你看，第一位网友说呀，伪娘的产生是有时代背景的，主要原因是现在啊，敢作敢为、有担当的、有男子汉气概的爷们儿越来越少了。第二位朋友说呀，这个大学伪娘团呢，要是恶搞还可以，要真是形成一种商业产业化呀，我作为个男人呢，那是既无言又无言呐。最后这位朋友啊有不同看法，他说时尚有理，伪娘无罪。这个伪娘的现象呢，应该算成一种个性，他不能单单纯纯的把它看作是一种贬义。你看这方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过去经常说男人要有个男人样，女人要有个女人样。假如说哪个女孩跟假小子似的，你可能说这孩子也没个女孩样，一点也不温柔，也不安安静静的那么闹。那么要是一个男孩没有男孩样，咱们过去可能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比方说一个男孩很蔫很文静，咱们反而会说这个男孩挺听话。可是这些年你会发现，在听话的基础之上，他要文静过火了，咱们可能看着也别扭。那么这种现象，说上海第8中搞了一个男子中学，能不能纠正这现象呢？在我记忆当中，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父辈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绝对男子中学、女子中学，但也没有出现现在这些什么中性化呀、伪娘啊，也没有这个。而且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啊，所谓的一些伪娘啊、娘化的一些男孩，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各个国家也都有，只不过眼下我们看到现象呢，可能稍微严重一点。那么我们说男子汉身上的一些特征，我们感觉到很羡慕的，比方说阳刚之气、果敢、勇猛、顽强、坚定，这些意志呢，往往在冷兵器时代或者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你会发现男子汉这些优良的品质发挥的余地非常大。相信灾民们将得到更好的救治。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科技水平越来越发达，好多事已经用不着通过男子汉的体魄、毅力、果敢去打拼了。很多事呢趋向于碎片化，很细碎，可能需要呢你更细致的工作，更多的脑力工作，而不是体力工作。在脑力工作之下呢，细心、事无巨细都能够观测到位，这样的品质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一种很宝贵的品质。而过去我们说勇敢或者甚至带点粗犷，不怎么受提倡。这个就好比呢，你像我们打球，你天天总打球的时候，你胳膊这肌肉很发达，你停了几年，你会发现那个肌肉往往就没了，一点点就退过去了。所以像这种男子汉特质，在现在的工作环境过程当中，发挥远远没有过去艰苦条件下冷兵器时代用的那么多，所以它往后退缩一些，它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分工，让男人们不得不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可是伪娘现象对流行文化和年轻人性格的影响力却并非来自历史的缓慢演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些男孩比女人还要娇柔呢？我总结有这么3个层面，你对照一下自己家孩子身上的事儿以及他同学的事儿，你看看咱们这么分析对不对啊？首先在家庭教育上，
我有一点感触是特别深的，就是现在在我们家庭教育里啊，父亲这个角色非常缺乏。往往呢，父亲是什么角色呢？父亲是一个在外边打拼挣钱的角色，回到家把钱一交给自己老婆，你这个给孩子花啊，维持家用。父亲很少现在直接参与到对孩子教育当中，而我们知道父亲教育是不能缺乏的。这个不能缺乏体现在方方面面。你比方说这小孩要是爸爸带他，你比方爸爸把这孩子抱着，哦，宝贝儿，哎，往上扔。要是母亲带他，一般不敢这么来。你再大一点，要是父亲领着孩子出去玩去，走，趟水过去吧，来，蹦到墙上，从墙上跳下来。父亲敢于带着孩子冒险，可是母亲呢，生怕孩子摔着干嘛的，冒险的事不敢干。所以作为个男孩来讲，从小如果都跟着母亲，不跟着父亲，他的冒险的气质、勇敢的这种品质很难培养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往往带孩子是都是母亲带，甚至父母都没工夫给谁带呢？姥姥、奶奶，也是长辈里的女性来带孩子。这样的话，孩子身上就难免沾染一些女性的气息。男孩他得不到父亲这方面对他的一种言传身教。而且有很多父亲觉得带孩子也不是自个儿事儿，粗枝大叶的，我这孩子我挣了钱给他花就够了。其实他不知道，父亲这种父爱在一定程度来讲，对于塑造孩子的品格和脾气秉性会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你要请个家教的话，不要请女的家教，你请个男的家教。这个孩子在学校找老师，也尽可能让他跟男老师多接近，这样对于男孩的健全人格形成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甭管他是穷养还是富养。咱们现在说男孩得穷养，女孩得富养。说女孩富养呢，别到他大了以后什么都没见过，给块干粮也给这领走了，这咱都不讨论这个事儿。男孩这个穷养是有道理的，就是打小呢，你得让他受一点挫折，让他知道吃一点亏是什么概念，在艰苦环境下怎么能够咬牙挺过去，男子汉吗？可是现在这种教育呢，家里过分溺爱，都跟宝似的，独生子女舍不得这孩子出一点问题。所以在家庭教育这个层面上，男性化严重缺失。你再往大了说，孩子大点到学校，现在这个学校里啊，这方面的教育啊，确实有问题。你看在学校里头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小的时候上学，老师有时候批评女孩还留几分情面，批评男孩子肆无忌惮，有的时候也动手打两下，那都难免的。把手伸出来。可是我后来为现在老师发现个问题，现在这老师吧，也不大敢批评男孩，你说一说他可能就哭。也坚强一点的，男子汉还快啊！这老师都觉得，哎呦，把孩子给说哭了。就现在这男孩好像比女孩还娇气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心智成熟啊，同年龄的女孩比男孩得早那么1-2年。你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记得小学和初中班级里前几名女生多，男生少。后来到高中要高考了，那2年，高2、高3了，男生的成绩上来，女生有所下降。那么在小学的中高年级和初中，女孩的学习成绩往往占压倒性优势，那么男孩在跟他们竞争当中处于弱势，所以男孩在学校成了事实上的差生，不听话的老师批评的对象。一个年级要搞个差生班，差生班里90%都是男生。这个男孩子我们知道，如果你长期属于一种被压的环境，他的天性释放不出来，你说他怎么可能产生男子汉那些基本的基因呢？所以现在在学校里头，你要不听话，老师就下过降，这孩子不听话怎么得了？那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个男孩很可能被教育的越来越女性化。而且在现在学校里还有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尤其是小学，你会发现男老师少，女老师多，这个比例啊，就是分差非常大。而且男老师往往干什么呢？教音乐、体育、美术，不当班主任，有的是当学校总务，有的是负责学校治安，而班主任几乎差不多都是女老师。那么这个又出现了，在家庭里头母亲带孩子，到学校又是女老师带着男孩，而且在学校里边呢，还有一些种种奇形怪状的规定，就是怕出事儿。我有一次到北京一个小学，发现呢墙上挂那个小学生规则里有这么一条，禁止课间嬉戏打闹。我看完都傻了，我这个孩子小男孩，你说他不打不闹，那叫孩子吗？孩子是最活跃的年龄。结果这一条规定，你看他课间非常肃静，
而且学校里头呢，把什么危险点的单杠、双杠都拿掉了，连春游都不组织，怕出事。当然，这个不能全怪学校，有的孩子要出一点事儿，家长七大姑八大姨都上来了，怎么给我教育的，找你麻烦。所以这些诸多元素加在一块，等于压抑了男孩成为男子汉的种种条件。给我听话点，别作别闹。那不作不闹还叫小男孩吗？往往很多一些勇敢呐、果断呐，这些好的性格，恰恰就在打闹当中形成。而且在打闹过程当中，它是很好的挫折教育。男子汉要形成，他一定有许多挫折，不可能你一帆风顺最后是男子汉，他一定有很多挫折。比方说多参加体育活动，这局球我赢了，下局我输了，输了我怎么奋进赶上？两个人打打闹闹，这过程当中可能就学会了很多，就是我如何要勇敢呐，如何要坚毅啊，这些性格形成了。你看我们现在一些偶像文化，就是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偶像文化，在过去很多男孩崇拜什么？比方说张飞啊，孔武有力的这样的男子汉，能够有一定支配一定资源，能够影响一些人的男子汉，这是男孩心目当中崇拜的。现在你调查一下男孩崇拜的，什么李俊基，什么安七炫，反正就韩国那些，就明明是个男人，长得比女人还漂亮的，好多男孩喜欢这个。现在时髦管这叫哈日哈韩嘛，说这个孩子喜欢日本韩国文化。日本韩国的文化里边，尤其他的偶像文化里，影视明星里头有相当多我刚才说这种，就说明明是男人，比女人还妩媚，比女人还娇艳。你看我知道有个刚才咱说那李俊基演了什么一个王的男人，那个片子里边呢，他等于就是明明是个男人，你看着比女孩好看，据说他还穿上女人的衣服拍了女人的写真，大伙一看，哎呦，这女人跟他比都得自惭形绌。还有那什么安七炫也拍写真，还有韩国有个什么组合叫东方神起，说5个小伙子个个长得比女孩都漂亮，凑在一块唱歌。这一下让我想起来若干年前台湾有什么 F4， 这 F4 4个人长得就比女孩都漂亮。而且那个，你看他们那些举动，有一次在卡拉 OK 厅吧，看他们有一个什么 MTV， 什么歌我忘了，反正就是这4个老爷们儿啊，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拿着气球互相玩，跟小女孩跳红皮筋似的。会给我指引，我在未知的路上会遇见你。当时我看这项，我就觉得，我说哎呦，我这对个孩子要崇拜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不越来越女了女气吗？你看国外也有这种类型的，像什么披头士，咱们有年岁大的朋友知道，披头士有时候穿花衬衫的，可是无论怎么穿花衣服，都掩盖不住他们骨子里这种雄性特征，那种摇滚的节奏。就说日本现在呢，流行一种叫什么草食男，不说男的食肉动物吗？是吃草的，说这草食男呢，也是整个的行为方式呢，跟女的没有太大区别，也斤斤计较，也上街买菜，回到家耐心做家务。在这些家长里短当中感受生活的乐趣，日本管这样男的叫草食男。而且这种文化它在日本形成气候。你看咱们说伪娘，那个叫刘柱吧，咱们那个选秀选手，伪娘这俩词儿从哪儿来？就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伪娘是指什么？就是说一个少男呢比少女长得都漂亮，管这样的叫伪娘。在我们这儿呢就成了男孩女性化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日韩文化在中国学生这个层面很流行，因为你看小孩平常看的有看日本动漫的，有的这个自己那个收集那些画片什么的，都是日本韩国的明星。而这些明星里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李俊基、安七炫这样的，比例还非常高，就男的比女的都漂亮。所以这种偶像文化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带动的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往那方面贴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现在的社会流行文化对于男孩女性化也无形间起到了推动作用，所以才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么咱们说这个问题从社会层面，我倒觉得呢，我不赞成咱这种文化就不让它进来，或者说咱打压这种情况。文化永远是多元的，你只有让人见识到了它全部，你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好与坏。应该让学生大量的见识到之后，让我们的教育来引导他们有意识鉴别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刚才说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这个层面呢，我们过去呼吁过嘛，让父亲回归家庭，就是父亲多陪陪孩子，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培养孩子，尤其男孩、男子汉这方面的性格。你看有个动画片叫《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个动画片总共8分钟一集，制作的也不是怎么好。可是当年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特别流行，很多孩子都爱看。为啥？孩子在家天天跟母亲呢、姥姥姥爷这跟爸爸待不到一块儿，爸爸回家也忙的，反正也困了，躺床就睡觉，不跟孩子玩。所以孩子多么渴望能够小时候和爸爸在一块玩啊！所以你无论是从培养男孩的性格上来讲，还是说男孩渴望父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现在电视机前做父亲的朋友，如果你孩子未成年，你应该多花点心思在孩子身上。爱孩子不是给他挣钱就拉倒了，那算什么呀？咱们教育得拿出自己的一番心血。你说你对孩子好，孩子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你怎么体现呢？所以家庭教育层面让父亲回归家庭教育。学校这个层面呢，除了我们说要动员给孩子一定的空间，让他敢于冒险以外呢，很主要一点，咱们现在小学男老师非常少。我倒建议咱们有关部门呢，在师范院校自主招生的时候，让更多的男孩进入到教育系统，让小学里边男教师的数量多起来。这个往往能够解决在这个男孩教育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全社会应该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看看能够采取什么好的对策。你看我有个朋友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名字叫孙云晓，他就写过一本书叫《拯救男孩》，我看了以后呢很受启发。我认为这种针对于现在孩子的心理方面踏踏实实的采用一些教育措施，这个对于我们祖国的未来来讲，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